家都说我老公长得不好看显老，然后问我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嫁给他是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呀？他得比你大多少岁呀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我们之间的故事。他只比我大2岁，我们是大学同学，他比我大2届。我是23岁的时候跟他在一块儿的，他25岁。那时候我更年轻，出去吃饭或者是逛街啊，比如说点菜的时候，就经常人家会问我们说，哎，您带着您闺女出来吃饭啦？其实大家这么说我们一点都不生气，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是真的觉得我老公特帅，你们不觉得吗？至于说我老公多才多艺啊，其实真的不是，我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。不过他确实多才多艺，吉他弹得特别好，唱歌也好听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也特别喜欢音乐，所以我们就经常一起聊天，然后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。比如说像一块出去吃饭呀、逛街呀、唱歌啊、兜风啊，这些就都不说了。他特别会逗我开心。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老公自己创业开了一个小酒吧，然后他知道我特别喜欢小动物，他就把那一条街的小流浪猫咪都收养在他酒吧里。然后我就特高兴，给他们做窝呀、买窝呀，然后每天放了学拿着罐头去跟他一块去喂猫。我该看猫，顺带看我啊，你可能是这个目的，但是当时我不知道。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我真不知道，我当时还觉得你这人怪好的。他很好啊，就是很好，这叫一举二得。哦，然后有一天夜里，他又捡了一只小猫，这么一点儿。那时候我记得都可晚了，然后他开着车把那只小猫咪拿着送到我们家楼下，然后要给我看。我带他过节可难了，他不想去。我跟他说：“求求你帮帮我吧，陪我去看一个姐姐。”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，我们就在一块儿了，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，就每天都过得特别充实幸福。我们之间没有那种特别浮夸的仪式感和浪漫，就是每天特别认真的在对对方好。再比如他爱吃什么菜，我就学着给他做。其实更多的是你做什么我就爱吃什么。哎呦，再像比如他知道我喜欢养狗，然后他就一只一只的陪着我把它们都养大。我想做什么他也都会支持，他想去什么地方我也都会陪他去。你像有的时候就不得不相信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和磁场。你像我是一个特别爱晕车的人，除了我自己开车，我坐谁开的车都晕，但是唯独我老公开车，我从来都不晕车。然后像原来没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身体也特别不好，就隔3差5的就感冒发烧。但是我们俩在一块儿以后呢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情特别好的原因，就几乎不感冒不发烧，就特神奇。心情提高免疫力嘛。我们俩的三观呢也是特别合的。比如说拿我们这个婚礼来举例啊，仅代表我们个人，就我们俩一致认为呢是需要有婚礼这个仪式感的。这个婚礼呢也是给我们自己和我们家人的一个交代，所以不太需要请太多的人来参加。我们就办了一个特别小型的婚礼，只叫了我们最亲的亲人和最好的朋友来见证我们这个幸福的时刻。婚戒呢也特别的不讲究，我们不想要什么大钻石啊、大财宝啊，然后这个是我的婚戒，我戴了很多年了。其实这个是有寓意在的，它一边是金一边是银，然后中间是一个爱心，然后里面刻着我跟我老公的名字，就是寓意着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爱金子和银子。我老公的婚戒就更简单，就买了一个几10块钱的那么一个银的素圈素圈。我记得当时在商场挑到这个，你可高兴了。可高兴了，因为当时我逛了好久，就是看那些大钻石啊什么那些东西无感，不喜欢，然后又挑一些就是这些小的钻戒啊什么的，看着也不是很没意思。然后我突然看见了这个，我一看，哟，这不是金子银子吗？特别高兴，然后特高兴，赶紧就给买了。到现在这么多年了，就一直戴着。然后我的婚纱和礼服也都不贵，就是当时我试了好多种婚纱，最后我还是选择了那种缎面的婚纱，就是一白到底的那种。因为我们俩的性格属于那种比较佛系、低调、不拘小节，所以婚纱就选择了那种素美淡雅型的。像我们俩结婚没有彩礼，没有嫁妆，然后朋友给我们的份子也都没要。来之前就跟他们说特清楚，不许给份子，就是完全不在意这些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彼此就是对方最大的财富，越简单越幸福。然后我们结婚之后呢，也一直保持着当时热恋的那个状态，这是让我们觉得就是特别骄傲、特别幸福的地方。这些年的每一天啊，我们几乎都是24小时黏在一起，然后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。比如说我做饭，我老公就在边上给我打下手，跟我聊天；我化妆呢，他就在边上给我弹琴。有时候晚上我们俩还会一起录个歌，因为家里边有录音的设备，然后一起唱个歌、录个歌，唱完了以后
后一起调音，一起修音，一起遛狗，一起研究音乐，一起逛超市，一起逛街，一起谈心。我老公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给你讲乐理，你给我讲美甲，我们两个乐此不疲，并且有反馈。然后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几乎都是谈恋爱了、结婚了，他们都很羡慕我们，但是同时也都很不理解。就是他们问我们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你们俩每天哪儿来的那么多话呀？都说什么呀？不烦吗？就会说啊，我们俩都没有话说，甚至都分屋睡，但我们俩从来都没有分床睡过，话也没有断。有的时候我们俩聊着聊着，不知不觉天儿都亮了，然后我们俩说得了，别说了，该睡觉了。就这样，还得再叨叨5分钟才能睡觉，巨贫。然后我老公也是一个特别听劝的人，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某些事情做得不够好，然后我就会跟他沟通，然后给他提一些意见。然后他呢也特别虚心，他从来都不会说啊我没错，或者是跟我争辩什么的，他真的会改，而且他听得进去。到下次再遇到同样的事情，他还会过来问我，哎，你看我这次做的跟上次比有没有进步啊什么的，就是特别好。有很多姐妹都问我说，姐姐你觉得选择另一半是物质最重要还是感情最重要？其实我觉得女孩子选择物质第一也没有错，但这是两面性的。因为在婚姻当中呢，其实门当户对和等价交换也很重要。如果差距过大的话，会让自己受很多委屈。你想要的呢，对方不见得看不出来，对方也会去衡量你能给对方带来什么。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有的时候其实会让自己感觉到很无助的，不如努力把自己变得更优秀、更强大。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啊，就是天下熙熙攘攘，皆为利来。但其实也不是的，我是为你而来，不赶什么浪潮，也不搭什么船，我自己游海。我觉得这是女孩子比较好的一个状态。希望大家呢都能遇到一个好的灵魂伴侣，不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